少女荒野独居，上山寻找竹蛆，补充长时间缺少的蛋白质。一刀砍下可疑竹子，里面全是好家伙。在茫茫荒野，有一位年轻少女孤身一人，她与大自然为伴，靠着山野的资源艰难度日。然而，这已是她度过多日的生活。她感到自己的身体需要蛋白质的滋养，却很久没有机会摄取高蛋白的食物。为了在这片荒野中生存下去，她决定上山寻找一种高蛋白的食物——竹蛆。少女背着竹篓，手持砍刀，踏入了郁郁葱葱的竹林。在选择目标前，她聪明地用手轻敲竹子两侧，试探它们是否坚实。然后，她双手紧握砍刀，瞄准了一根可疑的竹子，刀锋毫不留情地劈砍下去。少女的砍竹技巧娴熟无比，只用了6下，那根竹子就应声倒地。她已经变得如此熟练，以至于她一步换景，再次砍倒了旁边的竹子。由于她身体已经渐渐适应了这种劳动，所以速度比第一根竹子更快。少女开始处理地上的竹子，她巧妙地将它们切割成多段，挑选出最美观、最坚实的竹筒作为容器，用稍小一些的竹筒做盖子。这个竹制容器显然不是用来盛水的，而是特意准备来容纳她的发现。她巧妙地将竹筒和盖子合二为一，制作了一个天然的大杯子。少女看着这个成品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。毕竟用了这么长时间来制作这个实用的竹杯，她感到了一份自豪。然后小心地将它放入了她的背篓。随后，她踏入了竹林更深的地方，双手挥动着庞大的砍刀，直奔一个白皙的竹子。她连续砍击了好多次，最终将这庞然大物劈倒。尽管已被汗水浸透，但他毫不犹豫，继续用砍刀剖开竹筒。时间流逝，当竹筒终于被砍破时，少女的目标竹蛆终于显露出来。它们白皙而娇嫩，在阳光下闪烁着生命的活力。少女取出竹杯，然后用手将这些富含高蛋白质的美味小心地装了进去。他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，他觉得即使在如此酷热和劳累的环境中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他再次拿起砍刀，对着另一截竹子展开了砍击。这一段竹子里藏有更多的竹蛆，可能是因为地下潮湿的环境让它们有足够的水分供应。少女将竹蛆一条条放在手心上，再将它们小心翼翼地放入竹筒中。他继续砍削着剩余的竹子，大竹筒的每一节几乎都满载竹蛆。他的手掌根本容不下这么多。他几乎忍不住要将这一杯珍贵的蛋白质一口吞下。
但他克制住自己，继续将竹躯放进竹筒里，然后手持砍刀，将剩余的竹子一一剖开。用心地将一条条竹躯收集好，放进竹筒里。从头到尾，他估计已经收集了100多条竹躯。这些小家伙几乎已经吸取了整根高大竹子的水分和营养，尤其是底部，它们聚居的地方，离竹筒根部最近，也是竹子吸取地下水的地方。但是少女毫不畏惧这些小生灵，她将它们全部收集好，然后小心地装进了竹筒。竹虫又称竹蜂或竹蛆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笋蛆。它们以啃实嫩竹笋为生，吸取养分。经过20天的成长，从米粒大小长成手指般粗壮的身体，它们在竹筒内寄生，从竹尖逐渐向底部进食，一直到准备破茧而出。竹虫富含高蛋白质和氨基酸，虽然外表看起来肥嘟又白又嫩，长约3厘米，身形纺锤状，眼睛小巧，嘴巴黑黑的。有人或许觉得它们可爱，但也有些人可能觉得它们有些恶心。不过竹虫却别具一番风味，似乎带着一抹奶油的香气。对于基诺族来说，竹虫也是一道美食。这种自然的高蛋白食物在这个荒野环境中是一项珍贵的发现。最后，少女收集其所有竹躯，心满意足地返回她的营地。在她的背篓里有着这个充满了艰辛和毅力的冒险的珍贵收获，这不仅是为了填充她的饥饿，更是为了在这片荒野中长久生存下去。他知道，这些竹躯将成为他在野外自然界中的一份重要食物资源，支持他继续面对着严酷的生存挑战。在孤独的山林中，他展示出了顽强和勇敢，一如这竹林中蓬勃生长的竹躯，为了生存，他们都在不懈地奋斗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大自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生命的力量和奇妙的生存之道，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连接是如此强大而美丽。